Hello， 大家好，我是催眠语，听我的故事睡不着，你来找我。今天呢，我们来讲爬山女子山中失踪17天进入幻境事件。在2020年的3月13日台州的晚报呢就刊登了一则极其诡异的新闻，当时呢就震惊了整个渡桥镇。一名叫做叶飞的女子呢，是在2月16日的春节期间于村口呢就离奇消失了。村民和警方都大规模的搜寻始终不见踪影。当时呢还属于是寒冬腊月嘛，山中也没吃没喝呀，人们一度就怀疑她早已经遇难了。然而呢，在17天之后呢，她呢竟然安然无恙的走了回来。回来之后呢，叶飞就开始讲述这17天的当时的经历众人听后呢都不禁毛骨悚然。叶飞就说呢，他在村口呢，当时是被5名登山爱好者带着一起去了龙王潭深处爬山去了。这一爬呢就是17天，当时完全就忘记了时间。这究竟是怎样的登山爱好者可以叫他能够一起走呢？而当叶飞说出那些登山者的名字的时候呢，在场的所有人当时都惊住了，因为这几个人呢，竟然都是早年村子里面早已经去世的那几个人。那这件事情就很离奇了嘛，已故之人怎么可能带着叶飞在山里面行走呢？而这17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又进入到什么地方了呢？那是在2020年的2月16日的凌晨8点钟左右，台州宁海市龙王村村口的超市老板呢，刚打开门开始做生意，他就看着穿着红棉袄的这个叶飞呢，就走了进来。他买了一小包花生糖，完了便吵着呢说要回家了。可是明明5分钟他就可以走到家的这个叶飞呢，然而直到傍晚5点钟呢，家人都没有看到他回来。那叶飞的妹妹呢，叶辉就从家里走到这个村里的小卖店，又找了他一遍，也找遍了他平时爱去串门聊天的那些邻居家，却始终都没有找到姐姐的踪迹。因为姐姐年幼的时候曾经患肿瘤，长期服药呢，就留下了一些后遗症，反应是比别人慢一点的。从小到大呢，都没有独自出过村子嘛，就连结婚对象呢都是同村的人，所以他能去哪儿呢？那叶辉的目光不经意就扫向了家旁边的一个采石场。他说这里常常有大车经过，他就担心这个姐姐会不会到那儿遭遇了什么意外呢？于是赶紧就跑去询问这个采石场的工作人员。那工作人员就说呢，当天工地和附近的工区都没有异常状况。就在这个时候呢，有村民就来到叶飞家，告诉他们说自己早上好像看到这个叶飞呢，在村子的超市里买了东西之后，过了桥就走进了那个山里的龙王18潭了。那听到龙王18潭家里人当时倒吸一口凉气，因为龙王18潭是条峡谷，全长呢12公里，起点呢就在他们龙王村，终点是在涌泉镇的同市山。这里呢山势险峻，溪流呢从山顶流至溪口的水库，形成了一个不大不小18个水潭，景色秀丽，还被游客称为小九寨沟，是徒步爱好登山者的天堂。然而当地人却称它为赤人潭，因为这里的潭水呢深不见底，丛林呢密不透风，每年都有很多的徒步爱好者在这里失踪或丧生。比如说在2014年的3月呢，一名医生来这里旅游失踪，最后被警方就发现坠亡在这个山谷里。2017年的8月呢，28名江苏的游客在这里迷路，70位警方呢经过9小时的救援才得以脱险。得知叶飞可能走进了这个龙王18潭之后呢，家里的人心就凉了半截了。他们赶忙就跑去这个村委会查看监控，而监控画面也证实了他们最不愿看到的一面。因为当时正值是2020年嘛，疫情防控期间，进山出山只有一条路，而每个村子的村口呢都在路口设了卡，对于过往的人员呢会仔细的排查，所以如果叶飞进入其他村庄的话，就很快会被发现。而附近的村庄呢却没有任何的消息，大家就此判断呢叶飞大概率现在还在这个山里面。而监控画面也证实了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嘛，那就是叶飞呢是真的走进了那个龙王18潭了。当晚的5点40分左右呢，村干部就紧急的赶快组织一下300多位村民组成了搜救队，大家手持手电筒沿着这个山路寻找嘛，包括附近有那些临时搭的棚子呢，全部都翻找了个遍，就为了能让叶飞听到他们的声音。而村民们还一路放鞭炮，然而一整晚他们的搜寻都毫无所获。那第二天呢，2月17日上午家人就向警方报案了。渡桥派出所接到报警之后呢，就在附近的村子里发布了寻人启事。因为当时的失踪者还很有可能增加这个疫情的传播风险，所以派出所和村委会呢就组织在这个龙王山上开始地毯式的搜索。春节期间呢，渡桥村降雨频繁，这个龙王18潭呢水流比较湍急，稍不留意就可能失足。如果没有及时的被人发现的话，这个落水者大概率会被水流卷走，身体呢往往要几天之后才会浮出水面。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警方就猜测这个叶飞很有可能不慎落入潭中，遭遇不测。那叶飞的老公呢，王木匠得知之后呢，瞬间情绪失控，不加思索的就要跳下这个水潭，想要去寻找他的妻子。幸好被当时的周围人一把拉住了。在夜幕降临之后呢，这里的山中气温会骤降到零下，那四处的山呢都结了冰。而当时的叶飞出走的时候呢，还没有携带任何的装备食物，也没有任何的野外生存经验。那不吃不喝还长时间的在这种恶劣的天气之下，如果能够生还，那简直就是奇迹了嘛。那救援很快就进入到第3天，宁海市公安局呢就派这个侦察特警携带2架无人机警犬呢也进入搜救工作。村民们自发组织了搜救队伍，每10人一组带上干粮，还敲锣打鼓的跟着警方搜救。然而体弱的妇女们则骑着3轮车组成的车队呢，围绕着山边的公路寻找。直到3月2号呢，叶飞已经失踪了16天。那为了找到他呢，救援队伍共展开了3次大规模的搜寻。令人遗憾的是他们都没有找到任何一点踪迹，甚至有一条参加搜救的这个警犬呢，还因为疲劳过度而离世。所以说这座山仿佛就是把这个叶飞给吞噬了，毫无踪迹可寻。这个搜救队队长王科就说整个台州救生生存最长记录就12天，获救者呢是一名身体强壮的男子。如今16天都没有找到人，人们就开始怀疑叶飞是不是已经不在了，或者被人谋害，埋在山里的哪个角落里了。一时间呢，杜桥派出所就决定将此事件呢当作刑事案件来侦查，排查范围就锁定了全村40岁以上、60岁以下，凡是在叶飞失踪期间进出过这个龙王18潭的村民都被列入了重点排查对象。但是大规模的排查之后，也没有发现任何的可疑之处那叶飞一个人在山上不吃不喝10几天，很有可能就已经离世了。与此同时呢，王木匠表示自己绝不会放弃寻找自己的妻子，哪怕最后找到的只是他的遗体。就在大家做好最坏打算的时候，2020年的3月3日呢，叶飞失踪17天之后，居然自己奇迹般的出现了。就在3月3日的凌晨雾气还未散去的时候，村民老陈呢像往常一样开始劳作。那老陈刚一出门，一抬头呢，就看到不远处的树影中渗出了一抹鲜红。仔细一看呢，那是一名红衣女子，她头低垂着，红衣上沾满了干涩的那种泥浆，而且这个女子一步一步地走着。于是这个老陈终于看清楚了她的脸面。他说他看到她面色苍白，有的地方呢甚至有丝丝的那种血红色踪迹。老陈就觉得她穿着和失踪的这个叶飞非常相似。一大早就看到这样的场景呢，把他吓了一跳。他以为当时是遇到阿飘了。毕竟嘛，一个人被困在这个龙王潭长达17天是很难生存的。那老陈和他攀谈了几句，才确定他就是叶飞，而且活得好好的。于是他赶快给村子里打去了电话。电话中呢，叶辉听说姐姐找到了，一开始以为是尸体被发现了，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家人们赶忙都到了村里说的地点，然后就看到了姐姐。他就发现姐姐竟然完好无损地站在那里，会动会说话，还是活的。于是这个叶辉呢就跑过去抱紧了姐姐。此刻叶飞就说自己很饿很困。家人们于是一刻都不敢耽搁呢，连忙带他前往医院。经过一番细致的检查呢，医生给出的诊断结果是这17天里呢，他体重呢足足降了58斤，胃里呢也空空如也，精神呢也十分萎靡。不过好在没有生命危险。那听到这里呢，大家悬着的心才放下了。然而人们心中还是有很多疑问嘛。那这17天这个叶飞究竟经历了什么？于是呢，在这个叶飞精神状况好转之后呢，他就向家人讲述起了那段离奇的经历。众人们听后呢，都不禁毛骨悚然。叶飞就声称他说在2月16日那日的清晨呢，在村头的超市买完东西，想要往回家走。这时候呢，身后有几个人就叫住了他。他回头一看呢，是一行5个人，而这5个人呢，他一个也不认识，却看着又有些面熟，仿佛在哪里见过。而他们几个人说他要去附近的龙王18潭爬山，就邀请这个叶飞一起去。叶飞呢，一向平时胆子很小平时也不怎么出春嘛，所以这次不知道自己当时是怎么想的，就是稀里糊涂的就跟他们一起出发了，就仿佛是鬼迷心窍了一样。然而一出村之后呢，他的记忆就开始模糊不清。等他再次回过神来的时候呢，已经是3月3号，也就是17天之后了。整个人呢是又累又饿。那回忆这17天的时间里，他就依稀记得自己呢一直是跟着这些登山者在山里穿行，感受不到时间的变化，居然过了那么久。那在这期间呢，他说他也没有听到任何的亲人呼喊或敲锣打鼓、放鞭炮，任何声音都听不到，仿佛呢就是这5个人带他进入了另一层时空一样，另一个维度。而且这些登山者呢，叶飞都素不相识嘛，
那又为什么突然带他去爬山了呢？在这长达17天的时间里，他们没有联系叶飞的家人，也没有告诉叶飞的家人正在找他。难道他们都是人贩子吗？那王木匠越想越害怕嘛，他果断就回到村子里重新查看起了监控。然而翻来覆去看这个监控呢，始终就只有叶飞一个人进山，路上呢也都是他独自前行，根本就没有同行的任何身影，哪来那5个人呢？于是警方又询问起了他那些登山者的情况嘛，想弄清楚背后的真相。于是这个叶飞就开始描述这些登山者的诡异行为。他说这5个人一路上呢既不搭帐篷也不睡袋，整个爬山的过程中呢似乎没有拿出任何像样的户外装备，自己呢就跟着他们一路翻山越岭，渴了呢就喝这个山泉水，困了就睡路边，肚子饿了呢就吃点超市买的那个他自己当时带走的小花生糖，而糖吃完了呢就摘野果子充饥。为了证明所言非虚呢，他还说出了那些人的名字。而家里人一听到这5个人的名字之后呢，顿时毛骨悚然，因为这些名字对他们来说太熟悉不过了。叶飞口中这5个人的名字呢，他们早已经不在人世了。其中有一位呢，还是隔壁村曾经备受尊敬的长辈，许多人小的时候还受过他的照顾。逢年过节呢，大家当时还总会去带着礼物看望他。可是20年前的一场重病就夺走了他的生命。那葬礼上呢，全村人还去送了他最后一程。如今呢，从叶飞的嘴里听到这个名字一时间众人不知如何是好。此事被传出之后呢，村里就开始流言四起了。于是大家就传言岳飞很有可能是遇到了什么阿飘引路据说在特定的时间，比如说深夜、特殊的节日或者在特定的地点阿飘呢会短暂的回到人间，接引人间的道路嘛。所以村民们就不禁的猜测嘛，叶飞很有可能就遇上了阿飘，才被引到了山里去了。那实际上呢，叶飞进山遭遇诡异事件并非个例，而与这个叶飞经历相似的，还有这个香港的西贡半岛呢，也曾经流传过一个神秘的传说。所以说呢，大家千万不要独自前往，一个人去爬山，否则很有可能会踏入神秘的维度空间。那香港的这个事件呢，是发生在2016年的6月18日。资深的登山爱好者呢，张善鹏独自就前往了西贡东郊的公园徒步。他在社交平台当时还发布了一条即将下雨的动态之后，便与外界失去了联系。那好友发现异常之后呢，就立刻报了警，搜救队也是展开搜救。然而呢，过了黄金72小时，仍然没有任何的线索。直到失踪4天之后呢，张善鹏才自己突然出现了。然后这个张善鹏就开始讲述他的离奇经历。他说他进入公园之后不久呢，他就开始遇到了一系列诡异的情况。先是突然晕倒，醒来之后呢，发现自己随身的物品都不见了，就仿佛在梦境里面一样。而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呢，仿佛还在山谷中看到了熟悉的登山的朋友的背景。每当靠近的时候呢，对方就像幻影般凭空消失。另外他还误入了一片公墓，附近的村民就说这里不应该会有如此大规模的墓地因为这个西贡呢，在近200年来从未有被大规模的开发做过墓地嘛，所以附近的村民就说不应该有如此大规模的墓地出现。更令人困惑的是，他30多个小时未进食，也不会觉得饿，身上呢也没有那些擦伤的痕迹。而张善鹏的经历在网上呢，当时就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人就怀疑他自导自演，也有人相信呢他是步入了神秘的异度空间，类似于阿飘打墙嘛。然而所谓的阿飘打墙、阿飘引路呢，只是一种迷信的说法。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呢，叶飞能够独自生存17天是有迹可循的。因为一般人来说，低温是野外生存的一大威胁。就像马拉松比赛中曾经有选手因为衣物单薄、身体脂肪储备不足呢，在低温环境下不幸冻亡。而根据叶飞家人的告知呢，他出事前体重达240斤，有很多脂肪，本身又穿着那个红棉袄嘛，也能够帮他维持基本的体温嘛，抵抗夜晚的严寒。那为什么他17天不会饿死呢？正常情况下，较长时间的饥饿会导致能量摄入严重不足，身体就会动员脂肪的蛋白质来水解提供能量。而且他还说呢，他通过喝山泉水来补充水分，同时呢，山林里的野果呢也为他提供了全面的营养，所以呢，也就不至于他因为营养缺乏而迅速失去生命了。他被找到的时候呢，体重骤降了58斤，也间接的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他为什么会在山中迷失17天而无法出来，仿佛进入了另一个空间，这就很奇怪。比如说在2015年的9月呢，福州就有一位65岁的老人3天爬了7座山，仅靠喝雨水成功获救。还有2020年的10月呢，连云港的一名迷路的八旬老人也是靠吃野果喝山泉水呢，在山里维持了9天，最终平安获救。
2024年的河南西阳的一个28岁的男子迷路后，靠积雪充饥被困长白山9天，也是最终获救。而叶飞口中那5个人带他爬山的那些登山者呢，很有可能也是他的幻觉。最后呢，台州市第2人民精神医院的主治医生呢，在给叶飞做出检查之后，他就解释到说当事人当时应该是处于孤独的环境，且体能呢突破了极限，大脑呢就容易出现幻觉，进而呢致使记忆颠倒、重置甚至交叉。像叶飞这种经历呢，很有可能是他小时候偶然间看到了太多或听到了太多类似的这种事物，就埋藏在他的潜意识之中。也就是说，他小的时候呢是见过这5个人的。那在极端情况下呢，他就将这些碎片化的记忆拼凑在了一起，而形成了一张完整的记忆拼图，这才产生了遇到这5个登山者的幻觉，从而带他进入了幻境之中。尽管这些传说和猜测此起彼伏嘛，但是在2020年的3月9日上午呢，杜桥镇的村民叶辉呢，就是来到了这个杜桥派出所，还送来了一面锦旗，上面就写着8个大字情系百姓，真情帮扶。但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是有太多类似的神奇事件发生的，然而真相呢，往往都是隐藏在科学与未知的边界之中。所以宇哥个人是相信另一个维度存在的，也就是像李嗣涔教授所讲的，我们真实的世界呢，也许还存在着一个一模一样的复数空间呢。所以大家认为叶飞的经历究竟是极限生存下的幻境，还是真的有某种超自然力量的介入呢？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频道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哦。